妹妹为了给我准备惊喜，在热气球上高空坠亡而死。男友给我看妹妹留下的语音：今天是姐姐生日，我要给她准备一个大惊喜，说不定姐姐的抑郁症就好了呢。我听完后，抑郁更加严重，3个月后自缢在妹妹墓前。可死后，我的灵魂飘在上空，却看见本应死亡的妹妹正抽着烟，和我的男友清点我留下的财产，下了那么久的药，结果还不死，偏要赖活着这些财产，看得我眼馋极了。那只能我来刺激他一下，让他快点死了。我难以置信，这才知道我的抑郁症原来都是精神药物导致的。再睁眼，我回到妹妹要给我准备惊喜那天。亲爱的姐姐大人，闭上眼睛，礼物马上就来哦。我妹调皮地眨了下眼睛，小跳步离开。热气球缓缓升空，她脸上洋溢着明媚的笑，对我用力的挥手和呐喊，直至身影彻底消失不见。我看着熟悉的一幕，意识到自己重生了。前世，我站原地傻傻地等了1小时，也没有见到我妹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随着时间流逝，我的右眼皮疯狂跳动，莫名的心慌情绪使得大脑一片空白。后面的记忆就有些模糊了，只记得再次醒来是在医院，鼻尖充斥着消毒水的气味。男友简月则告诉我，妹妹从热气球上掉下去了。他还给我放了妹妹留下的语音：今天是姐姐生日，我要给她准备一个大惊喜，说不定姐姐的抑郁症就好了呢。简月则眼睛通红，表情自责又懊恼道：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早就想到他给你准备生日惊喜的方式是有风险的。戴小柔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走出抑郁症，恢复正常生活。她都已经在策划与你的姐妹新年旅行了，开心的像个小孩。我实在是不忍心打断她，没想到我将录音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之后的日子里，尽管有简月泽的陪伴，但我的精神状态还是一日不如一日。3个月后，确诊重度抑郁的我，在妹妹墓前自尽了。可死后，我的灵魂飘在上空，却看见本应死亡的妹妹正抽着烟，和我的男友清点我留下的财产。我妹表情厌恶地开了口，下了那么久的药，结果还不死，偏要赖活着这些财产，看得我眼馋极了。那只能我来刺激他一下，让他快点死了。我难以置信，这才知道我的抑郁症原来都是精神药物导致的。两人谋划了大半年，实在是等不及药物的慢效率，就设计假死环节，给我安排外在的精神刺激。他们成功了，我死后马上被拉去火化，潦草下葬。而继承全部财产的妹妹和简月泽，在我买的高级床上各种翻云覆雨。我被迫观看了一场又一场活春宫，在尝试了1万种杀死这对狗男女，但皆因为灵魂状态而失败后，我重生了，回到妹妹准备惊喜的这天。一阵风吹过，微风轻柔地抚摸过脸颊，前世的我却连30度不到，就再也体会不到这种美好的感觉了。想到这里，心中对那对狗男女的恨意就抵达了巅峰。我一边目送妹妹上热气球，一边在心里反复斟酌复仇计划的细节。个把小时后，某个高大的身影一脸焦急地向我跑来，我攥紧拳头，指甲嵌入掌心带来刺痛感。演员已就位，接下来是我的复仇秀。我得知妹妹的死亡消息后，身子剧烈颤抖。离倩没有找到尸体前，一切皆有可能。小柔她可能是被附近居民送到医院抢救去了。她那么爱你，怎么忍心在你生日的当天离开呢？我眼神失焦地看着眼前一张一合的嘴，似乎已听不到外界的任何声音。在简月泽焦急的眼神中，我缓缓倒下，栽在了他的怀中。景区附近道路拥堵，被告知救护车还要很久才能到时。简月则抱着我上了一辆好心人的车子，他自称是当地人，知道去医院的快捷路。途中，简月则接了通电话，他压低着嗓音对那边道：
我这边一切都很好，你也要注意安全。马上就到医院了，先不和你说了，拜拜。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温柔。电话那边也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是我妹妹。那你快点哦，晚上过来前记得买点套子，家里快用完了，毕竟接下来我一个已死之人，就不好再抛头露面买东西了。我忍着呕吐的欲望继续装晕，因为病房内简月则看我醒来，先是一阵惊喜，然后拿出手机给我听妹妹留下的语音。她安慰道：你好好养身体，恢复健康后好好过日子。这是小柔最大的心愿了。我放在被子下的手用力掐着大腿内侧，挤出眼泪。呜呜，她真的好傻，为了帮我走出抑郁症，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这让我怎么能心安理得地过好日子？说完，我开始扇自己耳光，自责的就差拿头撞墙了。简月则抓住我的手，阻止自残行为，眼中的疼惜几乎要化为实质。不，真正错的人是我啊！小柔有轻微恐高。我们知道她上热气球是个很大的挑战，却没有陪她一起上去。我心中止不住地冷笑，一起上了还怎么通风报信，总不能两个一起死吧？人死全了倒是件好事，社会自此少2个蛀虫，我家里少了2颗老鼠屎。前世简月则将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她越是这样安慰我，我就越是自责。如果不是还要处理妹妹的后事，我可能直接从医院楼跳下去了。但眼下我只想把简月则推下去。我把头埋在她的怀里，闻着熟悉的茉莉花味，这是我妹喜欢的香水味。同样的香味揭示着2人早就背着我勾搭在一起的事实。只可惜我现在才察觉到了这点。简约则还在将妹妹出事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我猛地抬起头，扇了她一耳光。对，这是你的错，如果你提前告诉我妹妹的计划，我绝对不会让她冒险送礼物，她高中文凭都没有，对这些危险丝毫不知情有可原。可你当过兵的，为什么连最基本的安全防范都能忽视掉？简月则，我们分手吧，虽然知道将责任怪在你这种行为很自私，可是没有对你的恨，我是1秒钟都活不下去的。突然被分手的简月则一脸懵逼，他准备搬过来同居照顾我的提议还没说出口就已腰斩，我自然不会给他同居再下药的机会。你走吧，别逼我对你发火。我用力推搡着简月则，长指甲刮在他脸上，立刻划出了一道道血痕。他吃痛，下意识地伸手要揍人，但意识到后快速改为抚摸轻拍我的背部。李倩，你是我的爱人，我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抛弃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是把小柔当妹妹看的。她的突然离去，我心中的伤感一点也不比你少，因为知道这种痛是一个人完全无法承担的，所以我要时时刻刻确保你的安全。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对我但凡有一点的喜欢，都不会在我葬礼上连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讽刺的是，没人问他为什么不落泪，但是他非要大声强调自己是伤心欲绝。眼泪已经干涸了，我毫不客气地一脚踹在他下半身，狠狠地为自己出一口恶气。简月则完全没想到我会攻击那处，疼得倒在地上翻滚。啊！惨叫的动静引来了值班的护士，他被送到急诊，医生诊断为阴茎挫伤。总之，我妹的套子是暂时派不上用场了。简月则扶着拐杖也要过来给我送饭，我一口都不吃，全扔在他身上，滚烫的汁水烫得他面目狰狞。但他硬是没一句抱怨，反而安慰我，发誓永远陪在我身边。这深情的样子感动了医生、护士以及周围的病患，他们背着我议论纷纷。这姑娘也太不识好歹了，人家只是男朋友，做到这种份上真是无话可说，但她还在那边做。听说她妹妹死了，因为给她准备生日惊喜时坐热气球出了事故。
这件事她男友是知情的，但这不能怪她吧？她有什么立场阻止别人准备惊喜呢？她有持续抑郁状态，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看待的，只能说她妹妹和男友。摊上这么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就是倒霉。我录了音，然后趁着简月则不在，去院长办公室大闹一场。这个破医院我是一点也住不下去了，我要出院。院长亲自给我赔礼道歉，客客气气地陪同我办理出院手续。等简月则回来后，病房已经人去楼空。我拉黑了他的全部联系方式，还联系物业删除了他的信息，房子的密码也全换了。然后在一家高级的私人医院进行全身检查，大几万的费用花了，我被下药的事情自然是无所遁形。医生给我提了个醒，见我没有多说，就识趣的没有再问。他告诉我说，好在我体内的药物还没有发生质变，着手给我制定了排毒计划。那些证明我体内有诱发精神情绪失常药物的化验单被我小心地收了起来。随后我又去了中医院，头发花白的老医生给我开了调理身体的药。针灸一系列操作后，我的睡眠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吃得香睡得好，气势就足了，身体倍儿棒。再次见到简月则是在几天后的妹妹葬礼上，我办理了我妹死亡的相关手续，开了死亡证明，剪掉身份证，然后拿着户口本注销她名下的电话卡。前世我死亡，我妹办了这些手续，拿到了几百万现金，外加上市中心一套价值上千万的房子。但反过来，我妹的银行卡里的钱还了信用卡花呗等债务后，所剩无几。我不是抠门的姐姐，唯一的妹妹在给我准备礼物的过程中死亡。尸骨未寒，我大方地拿出了10几万元，给她弄了一棺冢。下葬的那天，我化着憔悴妆，口袋里装着10几瓶眼药水，眼泪要多少有多少。我妹的死亡还上了报，这一切要感谢我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同学。他听了我妹的故事后，特别感动，写了篇文章报道。因此很多人自发前来墓园给我妹送花圈。这就意味着知道我妹还活着的人只有我简月泽以及她本人。在世人眼中，她就是为了姐姐而死的绝世好妹妹。后面她想大别活人，可没那么容易了。这天，简月泽打听到消息后，出现在了葬礼上。她胡子拉碴，身形狼狈。我四处打听，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找到你，本来是很生气的。你以那种方式决然地消失在我生命中，但是看到你还好好的活着，我就安心了。倩倩，我真的好想你，想你想得无法工作，连工作都没了。简月泽眼神炙热地盯着我。其实我估摸着这天就会看到他，一天天地在出租屋坐吃山空，等着我死，但我状态越来越好。估计两人都要急疯了。前世两人在继承我的财产后就没有工作过。我妹说好听点是自由职业者，难听点就是无业游民。每个月最大的收入来自我给他基本的生活费，而简月则刚从部队退伍，拿了一次性的补偿金，并没有急着工作，而是在备考公务员。两人吃穿用度都不是会亏待自己的主，眼下就靠着几10万的退伍费，自然是不够的。钱不够挥霍，矛盾自然就产生了。以我妹的性子，关在家里不出门，比杀了她还要难受。所以这些天，简月子没少被折腾。这下看到我，仿佛看到了救世主般的异常激动。这一次，我没有再对她恶言相向。月子几天不见，你怎么瘦这么多？她一句想我想的脱口而出。其实我知道你赶我走是为了不连累我，但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就算是世界末日也不会和你分开的。你不是我的累赘，所以千万不要离开我好吗？我的胳膊被他拉住，怎么也抽不开，而旁边的朋友抽着纸巾擦眼泪，感动得不要不要的。简月则顺势提议住到他一个熟人开的心灵客栈，有配套的疗养设备和服务，
在那边可以放松全身心，但我坚持要回家，因为前世我在那边的每一顿营养餐都被下了东西。说老板和他没有什么勾结，我是不信的。简月则不同意，然后我们各退一步，他搬过来和我住。至此同居的目的达成，所以回去路上他开车时表情还是比较放松的。你为啥急着注销小柔电话卡啥的？万一后面办理什么手续还要用到它呢？而且我以为小柔离开后你会越发瘦削，但你过得蛮好的。气色红润，如果不是知道小柔去世了，我都要怀疑你们俩偷偷去农家乐养生去了呢。他自以为很小心地通过后视镜打量车后座的我，越看心里越吃惊，因为我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为了打消他的怀疑，我就大肆夸赞老中医的高超水平。你看不到我的那些天，我都是在吃很苦的中药。其实有点你猜的没错，我心里始终无法释怀，从轻中度抑郁变成了中重度抑郁。我无需过度解释，因为在简月泽心中，我对妹妹的爱是毋庸置疑的。果不其然，他简单问了老中医的情况，就不再起疑。同居的当天，简月泽就迫不及待在我的食物和饮用水中下药。我以伤心为由待在房间里吃，然后把东西全部处理了。吃的是自己早就备好的食物，再给他空的餐盘。药物是慢性的，想要我马上死，除非下毒。但真下毒，简月泽就是第一嫌疑人。所以刚开始他还有耐心等待，我迟迟等不到更大的动静，就找人联系他租房的房东，打算以更高的价格租下。房东本就对拖欠房租的简月泽不满，现在直接表示毁约赔钱也要租给别人。这个房子是简月泽和我妹的据点，里面还藏着大量他们非法途径购买的精神类药物，自然是不能退租的。房东就表示不走也行，但是得支付比新租客更高的租房费用。简月泽照顾我的这段时间，为了表达对我的爱，花了不少钱，眼下更是捉襟见肘。所以当晚他们行动了。我半睡半醒时，房间门被敲响，然后与一个白衣长发盖着脸的女人撞上。好巧不巧的，今天停电了，月光下，女人扒开头发，露出血肉模糊的脸。姐姐，我从热气球摔下去，脸都被砸烂了，好疼啊！我一直等你来看我，你下来陪我吧，好不好？我妹的声音在整个房间内回荡着。小柔，是你吗？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想要接近她，但是白衣女人突然扯掉了自己的头，身上还掉落了一些血淋淋的东西。这画面比恐怖片还要惊悚，我吓一跳，腿发软的跌坐在地上昏过去了。第二天房间内特别干净，连根头发丝都没有。简月泽笑着道：“你肯定是做噩梦了，小柔都去世快半年了，怎么可能来找你？”我不信邪的要查监控，但是因为没电摄像头，什么也没拍到。接下来的几天晚上，我都会在睡梦中被吵醒，然后看见我妹。她说底下特别冷，自己每天都被厉鬼欺负，求我去帮她。月子小柔说想我特别想见我，还说自己被欺负了，只有我能帮她。我扯着简月子的袖子和她说梦中的事情。她找来了道士做法，老道神乎其神的操作后，告诉我妹就在这个屋子里。她阴魂不散，执念未消，是投不了胎的。但一个没有修为的孤魂野鬼在阳间逗留太久，是会魂飞魄散的。我吓得脸色苍白，急忙追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妹妹投胎吗？她是个好人，不该落得这样的下场啊。老道摸了把胡子，问我可知道妹妹的执念是什么，可以通过满足执念的方式送她离开阳间。简月则抢先道：不行，小柔几次入倩倩的梦，吵着说想姐姐陪着她，这怎么满足啊？老道深深地叹了口气，对阳间有执念的阴魂，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投胎。
我刚刚算了你的八字，其实你命中有一个死劫，是你妹妹替你挡灾了，眼下唯有你以命相还，才能让她有重新投胎的机会造孽啊。老道苦笑着离开了。我颓然地蹲在地上，抱着膝盖痛哭。当天晚上再次见到了我妹，她语气平静地道：姐姐，你已经都知道了吧？其实我只是想在彻底消失前再见一见你，我怎么舍得你为了我而死呢？姐姐，就算我不在了，也不要忘记我啊，我永远爱你。自这天后，我没有再梦到过她。小柔的阴魂已经无法再凝聚了。我喃喃自语道：简月则抱着我，表示会永远陪着我。几天后，我没有轻生，而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战胜了自杀的念头。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简月则时，他手里的碗筷全飞了。你好了，那表情比见到鬼还要可怕。我应了一声，没有完全好，但是医生说我从重度抑郁变成中度抑郁了，假以时日肯定会彻底正常。对了，你不好奇我怎么好转的吗？简月则傻傻地问了一句：我怎么好的？他脑袋里的混乱全写在脸上。我笑得凑近他耳边轻声道：因为你啊，幸好有你在，你要是没了，我就真的看不到任何活下去的希望了。话音刚落，简月则的表情变化可谓是精彩绝伦。我对你那么重要啊，这可真是让我受宠若惊了。我将脑袋倚靠在他的肩膀上。当然了，在我心里，你和妹妹的分量都是一样的。我用命发誓，若是撒谎，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一样轻如鸿毛，所以这话不假。简月则狂喜，用拳头抵在嘴边，轻咳一声：好好好，我不会死的。我要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说好了的啊，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简月则，你绝对不可以抛下我一个人，听到没？不然我肯定是活不下去的。相安无事了几天，我准备出去上班了。虽然是和朋友合伙开的小公司，不用担心被开除，但得了抑郁症休息的大半年里，公司的事务都是他顶着，经常忙得脚不沾地。我心里是很愧疚的，可前脚刚准备去公司，后脚就接到了简月则家人打来的视频电话。他爸妈在老家生活，我也就隔着视频见过。眼下他们突然打视频来，给我一种不好的预感。小呛月则今天早上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以后就算他不在了，也要好好照顾你。我们老两口神思着不对劲，他那语气怎么和交代后事似的。现在他电话也打不通，你快帮忙联系一下。不好的预感成了真，我急得通讯都忘了挂，拿起沙发上的一个白色信封。而手机那边的老两口看到信封的瞬间，就开始哭号起来。看来简月则的精湛演技是后天形成的。我忍着没戳破两人看到个白色信封壳子，就认为是儿子临终遗言的拙劣演技。打开信封后，简月则说不想看到小柔魂飞魄散，所以替我去完成他的执念。监控显示，他开着车子消失在了道路的尽头，那方向是他回老家的路。他在信上说了，要选择我妹一样的高坠死法，不然怕找不到他。简爸简妈哭成了泪人。我们家周围都是大山，他要是跑到一个山崖跳下去，底下是无人区，连尸骨都收不回来啊！我可怜的儿，怎么那么傻哦？我心慌意乱地关了视频，洗干净泪水，化了个精致的妆容，驱车去上班。朋友见面就给了我一拳，大倩子，你看我这几乎要挂到嘴巴上的黑眼圈，你再不回来，我真的要忙死了！呜呜呜！抱怨一句后，接着小心翼翼地问道：没事吧？要不再休息几个月？我就一个孤家寡人，没老婆孩子，天天吃住在公司都不是问题。你身体要紧，不行的话不要硬来。我心中一暖，放心吧，我不会轻生的。毕竟我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恢复正常生活。
我会努力活到120岁。朋友欣慰地笑了。而躲在出租屋里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我自杀消息的简月则和我妹急了。简爸简妈从老家赶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率先出马的是简月则朋友，那家心灵客栈的老板。他一脸怒容地指着我鼻子骂道：“你就是个白眼狼！阿泽为你而死，可你跟个没事人一样。你有没有良心？我有。所以这一世清算时也不会落下这个帮凶。”住嘴月则没有死，他爸妈都还没注销他的身份信息，他们肯定会找到他的。月则曾经说过，大山里的孩子是受到山神眷顾的，不会死在山里，他小时候就在山里走失了，但最后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这次他也会没事的。你算哪门子的好朋友？为什么要诅咒他？我红着眼睛赶走了他。隔天，简爸简妈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参加了简月则在老家的葬礼。死亡证明和缺了一角的身份证，这下简月则也成黑户了。我以伤心过度走不了路为由，没有参加葬礼，但托人送去了花圈和炮仗。1个星期后，我在朋友圈更了条动态，怀念过去，拥抱明天，给自己打气，背景是医院。朋友在底下留言关心，我一一回复，然后告诉他们个好消息，我的抑郁症彻底好了。在经历了一番生与死的斗争后，我大彻大悟了，决定连着妹妹和男友的份，好好的活着。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朋友圈打卡记录生活。景区给的死亡赔偿金被我换购了一辆新车，我开着它在假期和朋友游山玩水，美诗美景配上怀念已故之人的文案，大概的意思是，虽然很遗憾他们体验不到了，但是我就是他们的眼睛，会持续带他们体验生命中的美好。我相信躲在出租屋里的妹妹和简月则要气疯了，两人剩下的钱单纯用于交房租也支撑不了几个月，所以被简月则称呼为老金的客栈老板开车将简爸简妈接过来了，带着2个老人在我公司楼下哭诉：雷倩，你还我儿子的命，我儿子被你害死了，你怎么还有脸吃香的喝辣的？身为女朋友，你连我儿子的葬礼都不参加，你好狠心，就不怕死了下地狱啊？2个老人哭喊，老金负责科普工作，向大家阐述我的冷血无情。雷倩，你的2个至亲因你而死，可你却一点都不伤心。现场还来了记者和警察，我挤开人群。伤心一定就要哭得要死要活吗？你们都不知道这几天我有多少次自杀的念头，但都被医护人员救下了。伤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死后哭喊，而我选择将这份悲伤藏在心中，相信他们在天之灵一定不愿意看到我颓废生活。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正是这股力量支撑着我，给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不参加月则的葬礼，是怕看到了又忍不住轻生，但这不代表没血没肉，你们是他的父母，我每个月都会给你们打生活费，等你们老了，我给你们送终。我播放了一段视频，里面的我特别疯狂，不是在流眼泪，就是在拿头撞墙，行为疯疯癫癫。我伤心的疯了，但眼下决定带着他们的份继续向前走。月则肯定也不希望看到你们这样，一边是父母，一边爱人，他会为难的。我的表现让人挑不出一丝错，原本指责我的路人在看到了我的遭遇后，纷纷竖起大拇指。好姑娘，你真是太坚强了，成功抗抑郁真的不容易。你一定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还在继续哭闹的简爸简妈指着周围的人骂他们是我请的演员。我无奈地摇了摇头，你们告诉我，警察和记者怎么请？两老人又开始说官官相护，都是拿钱办事。莫名其妙被挂上贪污帽子的警察，表情难看的把闹事的3人带了回去。记者和围观群众回去后，全站在我的立场发声。
一瞬间，简爸简妈被骂，就连老金的心灵客栈也被抵制。后面简爸简妈还想闹事，要打官司，但一听到要交诉讼费就退缩了。我继续在朋友圈晒好日子，终于假死的2个人忍不住了。这天我下班回家，小区门口围了一群人，看到我后回来后，熟人纷纷恭喜我，有些点头之交的人都要说一声恭喜。什么情况？我一脸懵逼地问道。人群散开，最里面的2个人走了出来。只是我啊，我没死，从热气球摔下来后掉在了一个无人区。是月泽哥哥救了我，倩，我是准备自杀的，但没死成，还好巧不巧地发现了小柔的手链。然后我找到她，我们又历尽千辛万苦，才回了我老家，简单收拾后就坐车来看你了。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将2人的荒野求生复述给我听。什么钻木取火，吃野菜，收集树枝解渴，吃动物尸体，我越听越熟悉。这不是贝爷和鲁滨森的求生合集吗？2人激动的就要过来拥抱我，我后退几步，还把大爷大妈们拉远点。你们是谁？为什么冒充已经死了的人？警方找了那么久都没发现尸体，按照你们的说法，那种无人区更是危气重重，就连野外求生专家在有物质的情况下都没有办法保证活着出来。我们小区老人多，你们别以为整容成这样子就能骗到钱了，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在我的提醒下，其余人突然意识到了问题，尤其是最近小区王阿姨遇到了新型诈骗，对方用 AI 换脸技术伪装成他儿子打电话，骗走了几10万，小区到处都挂了防诈骗的横幅。原本还高高兴兴的众人，脸色严肃地看着我妹和简月泽，更有就有住在附近1楼的住户，回家拿了拖把和扫帚当武器，快滚，别逼我们报警。你们还是人吗？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赚这种黑心钱？最生气的是王阿姨拿着小板凳就往2人身上砸。你们这群不要脸的死骗子，老娘和你拼了！阿姨下手是真莽，小板凳挥得虎虎生威，打得2个人挨有脚。他们还不能还手，因为周围有一群拉拼架的大爷大妈。我站在人群外看戏，等王阿姨打累了，拿了瓶背包里没有动的矿泉水给她。阿姨，你喝点水，别累着了。我没大喊，我真的是李雨柔啊，李倩的亲妹妹，身份证号是。但我表示这些证明很容易就能查到，做血缘关系的鉴定，直系亲属是可以验证出来的。我也可以和我爸妈做鉴定，证明我是简月泽。旁边被王阿姨重点关照，脸色怪彩的简月泽怒道。我妹急忙从头上拔了几根头发，当场就要做鉴定。我嗤笑一声，我凭什么要和你做鉴定？你们这么信誓旦旦的样子，我怀疑你们手中要么有我妹的样本，要么在鉴定机构有熟人。最后警告你们，不要消费死人，全市的人都见证了我妹的死亡，就连市长都去送了花。你这个女骗子，真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吗？这件事闹到最后，大家都一步去了派出所。我妹和简月泽又在警方面前表演了一番。面对警方的犀利问题，2人回答的滴水不漏，挑不出错。完了，倩啊，这好像真的是小柔。我把你妹给打了。王阿姨羞得脸色发红。我妹冲着她嘴甜道：没关系的，阿姨，我知道你经历过诈骗。谨慎点准没错的。王阿姨更羞愧了，其余跟过来的大爷大妈也纷纷道歉。只有我脸不红气不喘，昂首挺胸理直气壮。打得好，我也爱拍手叫绝。王阿姨傻眼了。啊，这其余人真是一脸困惑。直到我拿出了准备已久的证据，一叠盖了医院公章的化验单和诊断证明。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这2个人假死，但他们背着我勾搭在一起，还给我下药，我是知道的。
我的抑郁症是药物引发的，现在我怀疑两人接连假死，就是为了刺激我通过这种方式逼我自杀。我将证据交给警方，麻烦你们立个案，简月泽和李玉柔为了谋财，涉嫌杀害自己的女朋友姐姐。我妹瞪大了眼睛道：姐，你在胡说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我要拿出新的证据。你不懂没关系，但你们的药是从老金那得到的，我给了他钱，他就把一切都交代了。我就是诈一诈。简月泽皱眉，摆明了不相信我的鬼话，但有人信了。我妹跪了下来，对着我磕头认错。姐，我是被逼的，是简月泽说这样能拿到钱。要的事情我真的一无所知，我的信用卡欠了一屁股债，实在是还不上了。你要不肯多给我点钱，我就准备消失，假装被绑架，然后骗点钱。简月泽说行不通，还有被抓的风险。然后他就说自己有办法，我不用操心任何事情，只要我听他的话，就躲在他家里就行了。我真的什么都不懂，都是他勾引我的。就连上床也是，不愧是我妹，转眼就将姘头卖了。这让还在绞尽脑汁想说辞的简月泽气得吐了一口老血。蠢货，他忍不住骂道。我妹朝着他吐了一口水沫子，然后扒拉着我衣服道：姐，我绝对没有害你的意思，你可是我唯一的亲人，每个月还给我零花钱。我是真没有想到简月泽如此心狠手辣。我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将简月泽一些不为人知的事都抖了出来，比如他大学名额是顶替的，花钱买了同村里一个家里没钱孩子的文凭，他还偷拿了一些我不用的首饰出去卖钱，然后用来参与非法赌博。你这贱人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那些卖首饰的钱你没花。简月泽暴怒，趁警方不注意，拎着拳头就冲过去了。两人即将上演狗咬狗的戏码，但关键时刻，我妹突然捂着肚子大喊：你打我啊，然后把自己唯一的儿子打死好了。我妹尖叫，拳头最终擦着他脸颊过去了。简月泽的满腔怒火熄灭，低垂着脑袋认罪了。他还道：李倩是我对不住你，小柔还小，心智不成熟，他是无辜的，这件事情全是我策划的，老金也不知情，又是通过黑市上买的。对此，我的回应则是放了一条视频。早上我通过 AI 画脸和变声器给他打了个视频电话，他好像没你说的那么无辜啊。视频里的简月泽翻脸不给钱，还让老金给自己封口费，否则就举报他非法卖药。老金气得破口大骂，反过来索要500万，不然就同归于尽。很快老金被抓了起来。简月泽被判罚得很重，因为他一个人担3个人责，这辈子几乎就要在牢里度过了。老金也够义气，见兄弟担了大部分责任，就没有再出卖我妹，而我妹因为证据不足无罪释放。简爸简妈得知儿子被判了刑，急忙从老家赶了过来，在警方门口闹事。两人被关了几天后就老实了，带着我妹回了老家阳台。其实我妹是不想回乡下的，还企图回到我那边，但我看到她一次就骂一次，还在网上直播控诉她勾搭我男友假死等操作。标题是绝世好妹妹的内幕，那些给她送过花的人气得不行。我妹活了，但还不如死了，在街道上露面就会被人阴阳几句，人人喊打。临走前，她不忘对我竖中指放狠话：李倩，你事情做得那么绝，早晚有一天要遭报应，等着，我还会再回来的，连着月泽哥哥和老金的仇一起报了。我什么也没说，隔几天打电话告诉简爸简妈，无意中透露我妹不孕的体质。不好意思啊，有件事情我犹豫再三，还是想告诉你们，我妹年轻时乱搞对象，堕胎次数多了，医生说她不能再怀孕了。你们儿子这辈子是出不来了，孙子也是没有的。
想有个传宗接代的，还是趁着没死，你们俩自己造一个吧。我妹谈了不少对象，但她不愿不是因为堕胎次数多，而是因为从小身子就不好，根本怀不上。她有多囊卵巢综合症。打了这个电话的1星期后，我妹被简爸简妈虐待进了医院。她4肢断了，大小便失禁，下半辈子都要挂着袋子生活。简爸简妈在警察赶到前双双自杀了。得知真相的简月泽发现儿子是假的，父母都自杀了，爱过的女人瘫了，怒火攻心晕了过去，在醒来时神志就变得疯疯癫癫的。我把妹妹送到一家小县城的疗养院里，这里的环境很差，但胜在便宜。房间内散发着美味，护工只有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脾气还很凶。我妹在这边待了几天，屁股上全是褥疮，身上的屎尿味特别重。姐，我真的错了，求求你给我换个地方吧，这样活着我不如死了。我妹哭着求饶，但我告诉她换地方是不可能的，并且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了。你还年轻，不会很快就死掉的。放心，姐姐每年给你的生日礼物就是去交这里的费用，你不用担心睡大街。我离开疗养院身后是我妹绝望的叫声。